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的这家店，据说辣哭了很多日本博主还有明星。我就去查了一下，这家店在高原寺，是个日本年轻人很喜欢去的地方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店。我一个堂堂正正成都人，怎么能不去试一下呢？这个菜单上面分了5个等级，我们就盲选一个天国辣吧。店长还反复跟我们确认了辣度，我说我是四川人，您放心嘞。但实不相瞒，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的。但是店里又有老人在，应该也不会很辣吧？看到师傅已经开始疯狂撒料了，终于上来了，果然地狱不仅有火焰。还有海椒面，这种被火焰烧过的叉烧特别香，表面已经烤得油脆油脆的。因为这个面真的很辣，所以建议搭配一碗米饭。我反正感觉比火鸡面更辣，上面的海带和鸡腿骨也因为被烧过变得很香。再来口厚厚的叉烧，真的是太爽了。我最近因为吃了太多辣的，又熬夜剪片子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所以还是不能太放肆。为拉面，我们点了2碗面加一份铁板生蚝，一共才花了200多块，吃得非常爽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你们敢来吗？卡哇耶！这可能是我在日本看过最爽的日出了。这个温泉不是很远，就在富士山的旁边，但为了泡这个日出温泉，我们也是够折腾的。凌晨3点我们就开车出发了，到了之后凌晨5点应该不可能有人排队吧？果然日本人喜欢排队，不是吹的。请问5点钟大家都不睡觉的吗？所以我们赶紧也去买了2张票，虽然还没有开门，但是工作人员说到中午的票已经全部卖完了。终于轮到我们进场了，这里的第一波游客都冲得很快，都想抢一个好位置看日出。现在的天还没有完全亮，但是隐隐约约的阳光已经很美了。这是一个天然的碳酸温泉，所以你人进去的时候会全身冒泡泡，还有点爽。不过可惜这里并不是一个会女孩子的池子在旁边，就像这样望着富士山，看着清晨的地狱的阳光，慢慢的从温泉边爬到自己的脖子上，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。而且泡完之后出来就可以直接吃早餐，这早餐加温泉总共才花了80多块钱，我怎么感觉比那种温泉旅馆还要爽？还有就是泡完温泉出来之后吃什么都很香，喝一碗暖暖的味增汤，再就着香喷喷的炖猪肉干一碗饭。如果你还吃得下的话，再传统的来一杯冰牛奶。虽然3点钟就起来了，有点折腾，但如果都是这样的体验的话，我还是很愿意的。所以你会带上你喜欢的人来这儿吗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爱了。卡哇耶！我发现日本人的欲望真的太低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不想消费，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真的穷。就拿我的朋友石井来说吧，和我一样住在东京，日本的首都，刚毕业1个月工资大概13000，扣完年金社保到手差不多1万块，然后扣完房租水电气话费之后还剩5000，所以这剩下的4、5000还要拿来吃饭和社交。就你跟日本人别说存钱了，就连花在自己爱好上面的钱都很少，去一次居酒屋就要花300，理一次发胶花200，吃个寿司还要花个3、400。所以我周围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月光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差很多。我反正是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，都先取几千块钱出来存着，然后再是别的花销。多少存款决定了多少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日本朋友看了我的存款，他们甚至都不信。其实存钱的意识从大学就开始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盲目的跟风基金定投，然后真的是亏爽了，不过还好坚持下来了。现在闲钱多了，投入也多了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哈，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，慢慢变有钱的感觉虽然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有的知识储备再去理财。所以你们有存钱的习惯吗？我还有点好奇你们存了多少。卡哇耶！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鱼叫做幻之鱼，但怎么又换了？好像是因为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吃过它的人更少，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，日本这么大的海域，能捕到它的地方却只有那几个。离我最近的那个点都在伊豆，一个3面环海的半岛的最南部。哇，去的路上感觉瞬间快到夏天了，又到了吃海鲜的季节。我们开了6个小时才到，如果不好吃我就去跳海。这个店是一个海边的小别墅，如果要吃这种幻之鱼的话，还要提前几天预定，因为店长才会出海捕鱼，所以自然价格也很感人。是不是食材越高级，菜单越简单呀？哇，就是这一锅了。可惜我们只能点这么多了，因为它是限量的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还跟我们讲这个鱼的来龙去脉和料理它的方法。这个鱼肉看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一点都不像是鱼的肉。煮好了之后，鱼骨里面还有很多的油。老板说这种鱼油特别的珍贵，蘸一点酱料我们就来吧。这个肉吃起来特别的紧实，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很特别，和别的海鱼完全不一样，嚼起来的感觉像是在嚼鸡肉，但是海鱼那种独特的鲜美又很强烈。哇，只能说很值得一试这个味道。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海鲜冬，这里面的刺身都是刚才从海里钓起来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不用去跳海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耶！我去，上一次日本电影院瘫痪成这个样子已经是8年前的事儿了。今天是日本电影院迎来这个世界级 IP 大结局的日子，据说首都圈的电影票基本上已经被抢光了，所以我托了我的姐妹儿搞到了一张首日票，在路上实在是太堵了，所以我快迟到了，准备展开我们的 AT 立场。到了之后不要慌，先取个票，取了票之后不要慌，还有时间ホットドッグ1つお願いします。总算可以进去了。然后进去之前还会送一个这个特点，是一张随机的明信片，还好运气比较好，抽到了明日香。然后电影就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拍了。我只能说这一次的剧情真的是有点把我看懵了，剧情非常紧凑也很好看，导致这根热狗在我嘴边5分钟了我都没咬下去。就是这个结局嘛，太奇怪了。我看完之后，旁边那个日本人直接来了一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。反正再过1年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的日本不管是秋叶原还是商场里面，已经都是各种 EV 的联动了。不过现在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建议大家还是避一下。好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我要去抢凌波丽的手办了。卡哇耶！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超级适合求婚的地方。首先在我多年的认知里面，我一直以为富士山只有这么大，直到我去了这个地方，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巨物恐惧症。这个地方从东京出发坐电车到越江4站就可以了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碰到火影忍者的主题列车。来感受一下，3、2、1。
it's quite alright. I need you, baby, to warm a lonely night. I love you.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就是富士山底了，所以现在这儿也成了很多明星和情侣的打卡圣地，而且它不仅很适合拍照，还有很多网红餐厅，是褒义的那个网红哈。拍完照之后一边吃着咖喱一边 P 图，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儿吗？对了，之前有人问我鞋是在哪买的，得物 APP 上面哈，女神节有活动，不仅限量款多，还保真。评论区还有新人福利。然后这家店呢是一个日本人开的意式咖喱店，老板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四川的人，虽然自己吃不了辣，但是可以在我们的咖喱里面放很多辣椒。我谢谢你。富士吉田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玩意儿。原来这样的童话小镇是真实存在的，太美了。但是等一下，我们还是换个配乐吧。好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现在我们就在银山温泉了。这个不管是在 ins 还是在抖音上面都特别火爆的温泉小镇，这一共有13家日式旅馆，都不便宜。虽然已经被当地的日本人订光了，但通过我的哥们儿，我们还是搞到了一间房，非常 happy。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，在经过了一片长长的雪墙之后，我们总算是到了旅馆门口，非常和风的房间。果然泡温泉还是要住这种地方才舒服。店员会帮你量身选好和服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门吃雪了。哪个北方人跟我说的雪是草莓味的？还好旁边有一家日式果子铺，最好随便买一点甜点，可以在泡温泉之前补充一点糖分。然后这里的温泉都是包场制的，不分男女，也不会管你几个人，想泡多久就泡多久。每个池子也有写自己的成分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池子。在你泡完之后，还会给你准备一桌丰富的和食大餐。像这样的和食，它的菜品种类都异常的丰富，所以和食吃起来特别的有仪式感。吃完之后，如果外边还是白天，可以逛逛小店，泡泡足汤。晚上回到旅馆还可以继续享受温泉。这样2天1夜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。所以你会带他来吗？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我总算来了，日本最出名的混浴温泉。它虽然不是日本排名第1的温泉，但为什么要来这儿呢？那是因为这儿的顾客都不是什么大妈大爷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我对你敬礼 ，salute。首先这个地方神远，就在上次吃荞麦面的花卷市，它是一个日本传统的温泉旅馆，被几座雪山保护着，门口就写了纹身的人是不能进来的哈。你们记得盖一下，一进门这个感觉就上来了。换好专用的拖鞋，办好手续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混浴之旅了。大厅旁边就是一个小卖部，有卖一些温泉必备用品和一些土特产。然后2楼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这个负责人还告诉我们，如果晚上没事的话，最好不要去3楼。那你猜我会不会去呢？我都是去过核电站的人了，我还怕你一个温泉吗？打住，回到正题，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酒店，所以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典型的日本榻榻米，这可太适合情侣来了。负责人把浴衣给我们之后就走了。对了，浴衣的穿法你只要别右上左下就可以，因为那是死人的穿法。然后穿好衣服我们就可以下去了。我又在期待些什么呢？因为在日本泡温泉是不准穿任何衣服的，就连毛巾都不准带下水。所以如果女生怕尴尬的话，还有女性专用的露天池。好啦，废话说太多了，各位准备好了没？3、2、1，哇哦！嘎玩意儿！很多人说日本的混浴只有大妈大爷才去，但其实真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这家全国排名第11，但是年轻人多呀。说服老板之后，终于让我们进去拍摄了。不过当然是没有顾客在的时候哈。但是一进门还是把我惊到了，女生的更衣室居然是直接在池子里面的，然后这里是没有男生的更衣室的，所以只有在这儿脱衣服。还有羞耻心，对于南方的小伙伴来说可能有点困难哈。但管他呢，我要上了。进去之前记得先用热水润一下自己。日本有一些混浴温泉的池子是乳白色的啊，非常的没有意思。我们这个是透明的，就非常刺激了。一边看着雪景，一边泡着温泉，就是人多的时候眼睛不知道该放哪。泡完之后还可以在楼下买个烤红薯，再喝杯冰牛奶，然后晚饭也差不多准备好了。典型的和食，味增汤、刺身、豆腐、天妇罗、蒸蛋，还有煎饺和米饭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丰盛的。吃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去看了一下那个3楼，是一个废弃的剧场，据说是因为没人看管也没有锁，所以晚上经常会有情侣来这个地方玩。我也不知道玩什么。最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这开开心心的玩了2天，花了多少钱？2个人一共花了800块不到，太实在了。阿基推荐指数这个必须10分了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卡玩意儿！昨天在发现了情况不对之后，我们也没多想什么就直接跑了，但路上还是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奇怪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安静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连只鸟我们都没看到，更别说什么动物了。就算是在开了很久的车之后，我们还能看到路边残留的警示牌，上面写着归还困难区域啊。不过还好的是我们在路上发现那个接阿杜车站，查了一下这个车站已经是开通了的，不过就是里面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到，这个真的很阴森。拜。然后在离开这个区的路上，我去联系了我能够联系到的最有权威性的一个朋友，东京大学的医学博士。他现在的研究方向就是辐射变异。我翻译一下他说的话哈，就是车子能够开进去的地方都是对外公开的，已经是安全区域了。就是如果我们在5000 BQ 的环境下待8个小时的话，身体就相当于拍了一张 X 光。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远没有5000 BQ， 如果只待了半个小时的话，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听到这里我们也算松了口气，不过还是有一点不放心，所以回去就找了医院，医生给到的反馈也差不多是这样，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！可惜了没有长出4只手，头发也没掉光，身体做了一个全身检查，一切正常，非常开心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出门旅游还是规划好自己的路线，不要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担心。好了，我是阿基，卡玩意儿。